就认识他，他是青年团契的主席，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好想学弹琴，老师都不要我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好，我可以收你当我的学生。然后可是他说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以后如果有人找你私琴，你绝对不可以拒绝。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好笑，我都已经被老师 fire 掉，我怎么可能？然后后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。我就在那边爬楼梯走路，突然有一个人进来，他看到我，他就这样指着我，他就说你，我好像认识你，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？然后讲完之后，他第二句话就问了我一句，你会不会弹 keyboard？有两个东西会让人一下子就想起自己童年的场景，一个是味道，第二个就是声音。那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要了解 Sophia 以前敬拜、弹钢琴整个过程和里面的见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再次跟 Sophia say hello， 然后一起聊聊看说，其实 Sophia 家有很多的音乐上的服饰，我们经常以前就聚在这边弹钢琴、唱歌。那我们知道 Sophia 是后面才学的钢琴的，学钢琴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？从小就很想学，可是妈妈不让我学。后来是高中的时候，就是在台湾有那种考联考嘛，那考完联考之后，高一的时候就是在那暑假路过一个钢琴教室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想学一学钢琴，所以我就跑进去，然后问了一下老师，然后看他有没有教这么大的。当初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说，小时候跟妈妈讲过，妈妈不让我学嘛，就觉得说，那我就不想要再透过他我自己去学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压岁钱就是找出来，因为我觉得也攒了好几年的压岁钱嘛。是我们家那个门口有一个公共电话，然后以前的话，你去投币之后，其实他们电信局他不来收钱的。他给你一把钥匙，你去把它打开，然后把那个钱拿出来，然后拿去电信局交钱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点点回馈吧。那时候我妈妈太忙了，她根本没有时间去，所以我就跟我妈妈就是自愿去打开那个 box， 然后拿到的钱，然后拿去电信局交的时候，所以我每个月就会有一点点小钱，然后再加上我的压岁钱的积蓄，然后跑去学琴的。然后这样子维持了一段时间，其实也没有维持太久，就大概1年，因为马上高2的功课就蛮忙的，所以后来是自己放弃了，因为没有时间。那这个梦想就此破灭了，还是说你后来来了美国又找到了老师？我来到美国之后，就是进了教会嘛，那我非常喜欢教会的诗歌，然后我都试着想要弹一弹，可是很难啊。就是如果完全按照谱来弹的话，很困难。然后我一直到快要生小孩的之前，来想说这可能是我最后有一个机会去真的练习弹琴，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老师。那其实那时候我曾经找过2个老师，然后第一个也是教会姐妹，然后那个教会姐妹帮我推荐去找了另外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是刘同的姐姐，对。可是我去上课上了没几次之后，他就跟我讲说我基础不好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你可能不行，你必须要从基础开始练起。所以后来我想也很难嘛，我自己就不太想继续学，而且那时候是已经怀孕了，我想也不太可能有机会。所以可能在一些从小到大一直在练琴的人眼中，你的基本功不好，所以没有机会去更深入的教的你嘛。那你后面有没有遇到其他的启蒙老师，或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老师？讲到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怀孕了。美国的话，整个产假是生产前4个礼拜就开始休假，跟之后6个礼拜。那时候我跟我的老板讲，反正我身体状况还挺好的，那我可不可以一直做到我
差不多要生了，我再真的请产假，然后把这个4个礼拜变成是到后面一起休。那我老板也蛮好的，他就说好啊，然后刚好那时候 project 也还算忙，那他就答应我，只是说我的肚子实在很大，我每天在公司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就有人去问我老板说，你的这个员工肚子已经那么大了，到底都还怕他迫害我的样子，然后就说，然后我老板就跟我讲说，你到底哪时候要去生？我觉得我不能让你再待那么久，你最好就是到这个礼拜好了，那你到这礼拜5，那结束之后你就回家就去待产了。那我就说好啊，那我老板很好，他就带我出去吃了个中餐。结果吃完中餐一回到公司的时候，我去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我的羊水就在我的公司里头破掉。羊水破掉的话，就是24小时你一定要蒸小孩，所以我就跑去找我老板，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要回去了，因为我今天要去生小孩了。他觉得很 surprise， 本来是他 force 我去请假，结果我说因为我的羊水破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回去了，然后我待会就要去医院。那他一听到这个就又不得了了，我的 supervisor 是个男的，他就说你不可以自己开车回去。可是事实上羊水破掉你是可以开车回去。我的妇产科医生就叮咛我好几次，就是说你如果羊水破掉，你就是等阵痛，阵痛开始你再到医院，要不然你会到医院就是白白等很久的时间。可是因为我的老板就是一直坚持，他就不让我自己开车回去。那我就跟我老板说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我这个车子要放1个月，因为就中国人坐月子嘛，而且到时候我的先生也不可能他一个人怎么来开车嘛。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不要把车子放在那边1个月。可是我跟他争执了半天，他就是不让我开车，所以后来也没办法了，那我就顺从他的意，我就走出来了，就这样慌慌张张的走出来，要准备走的时候，然后刚好就看到一个小男生走过来。那这个男孩子其实是跟我们同个 building， 然后是个亚裔，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说交谈这样子。然后他就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就很热心的问我们说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需不需要帮忙？那我老板就跟他讲说，可以啊，帮他把车子开回去。所以我那个男同事就来帮我们把车子开回去。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把车子开回到我家之后，他就走了嘛。那后来我真的生完小孩之后，我就到 building 去找他，我就在 building 里头就一个一个 cubicle 找，我就找到他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谢谢。所以后来我是因为这样的就认识他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他是个基督徒，而且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头，他是另外一个团契青年团契的主席。其实，在公司里头就跟我有很多的交通，我们常常聊天啊，然后常常分享。然后有一天，他就抱了一本诗歌本，就跑到我面前来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说我今天晚上要带诗歌，我现在不晓得要挑哪几条诗歌，那你要不要给我一点建议？然后后来讲一讲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其实他是今天晚上要弹琴。那我那时候觉得很难得啊，一个小男生。后来他告诉我说，其实他考过很多的那个钢琴检验考试，又是英国的，又是美国的，都是10级以上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我好想要学弹琴，可是我被我老师给 fire 掉，老师都不要我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好，我可以收你当我的学生，而且是免费的。我一听到免费的，我眼睛就真的很大。然后可是他说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以后如果有人找你私琴，你绝对不可以拒绝。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很好笑，我都已经被老师 fire 掉，我怎么可能有办法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好，没问题，你如果可以把我这个朽木给教会的话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所以我就跟他讲没问题，后来就教我。我觉得他还蛮灵活的，我也蛮灵活的，就是因为他刚开始教我的时候，他就教我把所有的歌曲全部换成 C 大调，然后就是没有升记号也没有降记号。如果你们学过乐理的话，就比较容易进去了。然后我就从一条歌开始这样练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调改成 C 大调。他其实后来到穆迪学院去读神学，然后有一阵子他当了牧师。所以他是你的第一个启蒙老师，对，然后给了你 C 大调的所有的弹法，对，然后你就开始私琴了吗？
其实没有啦，那时候是刚开始把它改成 C 大调，就自己弹嘛，自己玩啊。最主要是让我真的练起来，是因为在那一年，就是我父亲刚好在台湾得了癌症，我爸爸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头，我真的很拼命的在练琴，就一直弹诗歌给我爸爸听，跟他传福音，然后以诗歌在灵里头跟神在沟通。那其实，在爸爸生病的时候，你弹钢琴也只是最初级、最简单的。对。后来好像因为你的人生经历，爸爸的去世，那个男生也介绍另外一个姊妹给你认识。是的，教我开始弹诗歌的那位弟兄，他们团契里头就是有一个姐妹，就刚刚到他们的团契里头不久，然后她其实是从台湾移民过来，是他爸爸帮他办的绿卡，她是个单亲家庭，跟他爸爸相见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已经分开10几年了。他曾经跟我讲过说，好像是一个陌生人，就是他重新跟一个陌生的男人相处。他爸爸就是他找了一个host family 帮他，好像是他爸爸的朋友，所以他们就在那1个月的时间里头有一些安顿的时间嘛，刚好就住在他朋友家，然后安顿他在那里，然后之后他爸爸就回去了，然后他爸爸在餐馆工作，结果有一天他爸爸在餐馆工作的时候，一大早就 heart attack， 然后就过世了。所以其实那个姐妹说，其实她跟她爸爸事实上分开10几年，只有那么1个月的几天的时间里头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跟她爸爸相处，然后没想到她爸爸就走了，所以她那时候被通知说要去艾奥瓦接她爸爸的骨灰，还有去整理他的遗物，所以她就飞过去了。所以当这个姐妹有这个经历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其实是很想去帮助她，可是那个弟兄觉得他可能并不方便，而且他也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他就介绍这个姐妹跟我在一起。我们跟她的故事并不一样，可是事实上我们2个都是失去亲人，所以能够彼此能够在灵里头有一点support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很多人说我一定要跟他有一样的一个经历，每个人的经历故事绝对会不一样，可是就是能够有一个人能够 support 你，那是最重要的。那后来因为跟他的关系也就还不错，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他也很会司琴，然后他在台湾他是个钢琴老师，所以他也受了一些学生，所以他就开始教我说，你这样弹奏的方式里头，如果遇到快歌不能这样弹，他就开始教我一些比较轻快的一些节奏的部分，所以那是我的第2个钢琴老师。然后同时期你也其实已经开始了在年轻人中间的服侍。其实我们的那个服侍都是我的团契啊。本来我们一直就在团契里头当青年的辅导嘛。那后来就是开始有事情的服侍，在更后来的时候，其实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。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？我的工作是码农，然后一天到晚你要坐在前面坐很久，所以坐的有时候都腰酸背痛，而且特别是我那时候也刚生小孩没太久嘛，那个时间我常常会在就是背很痛的时候，我就会到公司的楼梯间，我就在那边爬楼梯走路，我就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就是换一个姿势啊，要不然长久那个姿势不对是很糟糕的。平常楼梯间不会有人走啦，就是逃生门嘛。就那天在那边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进来，我自己也吓一跳。走进来是一个中国人，他走进来之后，他看到我，他就这样指着我，他就说你。我本来想说是怎么回事，后来他就跟我讲，我好像认识你，你是不是我们教会的？他就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我就说我是 CCIC 的啊，那时候是我的旧教会。他就跟我讲说，对呀，我也是 CCIC 的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对啊，那你就是我教会的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第2句话就问了我一句，你会不会弹 keyboard？ 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人这样子问法？他一问完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不会弹 keyboard， 我会弹钢琴，我都是把 keyboard 当钢琴在弹，我不懂得他们那些 keyboard 的那些功能。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，他说
他说我们短宣队现在缺一个 keyboard 手，你只要会弹钢琴，那 keyboard 就很容易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教你。我自己也蛮喜欢音乐的，能够有人在帮助我学习不同的层面的东西，我也觉得很好。那我就说，那你怎么教我？他就说你来我家里啊，我给你上课，就是上和弦的课。结果后来我才发现，事实上我们家走路到他们家不到5分钟，就是其实只是在那个十字路口的对面而已。所以就是很巧，我自己都没办法想象，对啊，我就参与他们的短宣。而且主日服侍，我觉得，哎呀，可是太困难了啦。我第一次服侍的时候，我差点钻到钢琴下面，我甚至当场想要逃。弹到最后，越弹越小声，越弹越小声。